果你已经嫁错了人，暂时又不能离婚，那么如何让自己不再受罪呢？以下3个自救方法或许能帮到你。首先，把老公当作普通朋友相处，不要再把他当成老公或你的专属品，更不要想着去改变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习惯，试图改变别人往往会让你失望。与其自寻烦恼，不如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减少不必要的争执和冲突。其次，利用他的价值。如果他在家庭中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挣钱或做家务，那就好好利用这些价值，同时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如果问题难以解决，可以暂时搁置，有时候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方式，避免让误会加深，保持冷静和理智，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婚姻中的问题。最后，请管好你自己。婚姻已经选错了，那一定要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不要整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要懂得关注自己的事业、工作、兴趣爱好，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样才能让他们刮目相看。同时也要明白，你不是孤独的，有许多女性都面临类似的问题，要学会从中找到支持和鼓励，互相分享经验，共同成长。总之，婚姻不是生活的全部，不要让自己受罪。通过以上3个方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价值。记住，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爱情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可能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而一见钟情，恨不得把对方当做了全世界。但是保持婚姻却很难，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会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那么如何才能让婚姻更长久呢？学会这3件事，感情想不好都难。看完转发给你的爱人，共同学习。第一，懂得欣赏对方。人人都喜欢被称赞、被认可，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婚姻里都是一样的。但大部分的夫妻在婚后会习惯性的把对方的缺点放大，然后不留余地的当面指责，这无疑会让对方内心受挫，从而逃避冷漠。所以我们要学会发现对方的闪光点，在赞美和鼓励中将2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第二，学会倾听，有效沟通。2个人产生矛盾时，很多人都会只在意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一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苛求对方的不理解，结果一定是鸡同鸭讲，不欢而散。所以我们要先倾听彼此的感受和需求，再去思考如何坦诚有效地解决问题。第三，学会示弱。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总要有一个人先低头。就像张智霖跟袁咏仪的婚姻，男方说，每次吵架我都会想失去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很珍惜。男人呢，认错没什么，最怕失去了来不及后悔。没错，如果偶尔的示弱能够让2个人的关系更紧密，那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这个示弱不一定非要男人来做，女人也可以只要你明确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么适当的撒娇和示弱会很有用的。所谓幸福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离不开2个人共同用心去经营的。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儿媳不回婆家过年，谁更丢人？当然是婆婆他们家更丢人很多老家的邻里乡亲都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家长里短，谁家的儿子儿媳1年回来几次，婆媳关系好不好，孙子孙女亲不亲热，他们比谁都了解。如果儿媳妇1年露不了几次面，甚至过年都不回来，那无论婆婆平时表现得多么善解人意和蔼可亲，人家背后都会笑话她，这是很没面子的事。儿媳不回来的原因无非就是婆媳关系不好，人家姑娘嫁过来之后受委屈了，想着惹不起，那就躲得远远的，不给自己找不痛快。儿媳本来就年轻，他们不在乎有没有面子，尤其是外地的媳妇儿，你们老家人背后议论什么跟他没有关系，人家过年回自己的娘家反而自在舒服。如果平时善待儿媳，她能不知感恩不回来吗？所以想要家庭和睦幸福，媳妇儿的感受很重要，可别真等她心凉了才知道后悔。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一对夫妻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因为男人公司倒闭，欠下了高额债务，不想拖累妻子。男人签好之后，把离婚协议递给了女人，女人接过后一把撕碎，冷笑一声说：“你还欠我8万块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了，咱们再离婚。”女人拿出纸和笔让他写欠条，男人忍着怒火，房子都留给他了还不够，还要让我还钱，但也没说什么。
写好了欠条，咬着牙说我会还钱的。女人说还清了咱们就离婚，你欠别人的我不管，但你欠我的一分也不能少。不过我告诉你，你欠别人这么多也别想着一死了之，做鬼你也不会安心的。男人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心这么狠，就这样男人净身出户，重启创业之路。这时候一个朋友主动找到他，借给他了5万块钱。朋友说我借钱给你不是朋友情分，而是为了让你翻身之后能够还上欠我那50万，你好自为之，别让我失望了。于是男人用这5万块钱做起了小本生意，兢兢业业，起早贪黑。期间借给他钱的这个朋友还不时地来照看他，带给他一些吃的用的，让他很是感动。2年过后，男人的生意再次红火起来，他决定一笔一笔的来还账。他先找到那些欠额比较少的朋友还账，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一脸惊讶地说你老婆早就把钱还了呀。之后他又去了几家，这些债主也都是说这些钱早就妻子帮他还了。最后他找到的那位经常照顾他的朋友问询情况，朋友笑着对他说我的50万块早就到手了，那5万块钱是你老婆给的，让我转一下手借给你，还有那些吃的用的也都是你老婆买好让我送给你的。他惊讶不已，没想到他心里恨着的这个女人竟然一直在帮他。他问女人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啊？女人说我把房子卖了。男人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呢？女人说房子卖了可以再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男人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说真的，2个人的做法都让人钦佩。男人当初为了不拖累妻子，选择离婚净身出户，而妻子为了让丈夫走出低谷，宁愿冒着不被理解的勇气当恶人。她口口声声让丈夫还钱，只是怕丈夫对生活失去信心，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逼着丈夫向前走。可实际上早就暗地里替他还清了，还拜托朋友去照顾男人，让男人知道这个世间还有真情，还有温暖。所谓夫妻，就是2个人共同担起家的责任，一方有难的时候，另一方不离不弃地伸出援手。如果这个男人的妻子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主，那么男人这辈子也许就完了。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好妻子，在他有难的时候不离不弃，最终将他从困境中拉出来。一对好的夫妻就应该相互成就，共同滋养。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婚姻呢？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想要感情顺利，必须改掉这3点。我从上千位来访者的案例中发现，80%的女人感情不顺利，都是因为犯了这3点错误。觉得我说的对的朋友，可以点赞转发给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第1点错误呢，就是把自己搞得太卑微了，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你可以爱一个人卑微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很多女人渴望得到对方的爱，于是不留余地的为这个男人付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但当对方没有给他同等的反馈时，他就会患得患失，自我怀疑。女人就算再爱对方，也要摆出自己的姿态，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但如果你只会一味地享受我的好，却从来不给反馈，那不好意思，我也不是非你不可，我的爱是随时可以收回的。第2点就是无底线的去原谅对方的错误，这个一定要改正。不管你多爱他，都不要无底线的去原谅他，否则你就会被他无底线的伤害。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其实在感情中也同样是这样，你要直接表明你的底线是什么。如果对方碰触了，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规矩立好了，才能限制他的言行，不然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消耗你的感情，他也不会感激你，只会一次比一次过分。第3，不要爱他胜过爱自己。他对你笑了，你就开心；他不理你了，你就难过。患得患失，喜怒哀乐，全是因为他。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放在第1位，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的生活，你的情绪要由自己掌控，你是独立的，不是他的附属品，你的价值不需要他来认可，懂了吗？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很多女人都会说没钱怎么富养自己，其实真正的富养跟钱多钱少没多大关系，是要懂得如何善待自己。做好这3件事，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首先一定要把健康放在第1位，女人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健康了才会充满活力，积极的去拥抱生活。第2呢，
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学会与自己和解，凡事能放下的就尽量放下，能原谅的也都原谅吧。不想做的事可以拒绝，做不到的事呢，就不要勉强自己。不喜欢的话呀，就假装没听到。你的人生不需要太过懂事，也不需要讨好别人。最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看不一样的风景，认识新的朋友，开阔自己的眼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之前那些过不去的坎儿都消失了，烦恼也都不见了。你学会了吗？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想要知道你在男人心目中的位置吗？教你一招，你可以这样问他：你觉得我笨吗？如果他只回答了2个字不笨，那就是在敷衍你。如果连字都懒得打，只回复了一个问号，就说明他根本不想搭理你，更别提心里有没有你了。如果回答的是你终于知道自己笨了，那他是在逗你，而且很喜欢你。如果回答知道自己笨还问我，那么一定是很爱很爱你的人。你的那个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女人只对丈夫说了这样一段话，就挽回了一段即将破裂的婚姻。看懂的人将会受益一生。女人发现丈夫和一个有夫之妇在一起了，经常找各种理由夜不归宿。这晚女人等待晚归的丈夫等到了半夜，回到家的丈夫诧异地问妻子怎么还没睡。女人淡淡地说，等你呢，你最近总是早出晚归，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喜欢你欣赏你的人呢？没想到丈夫竟然坦言地承认了。女人说这是好事儿，但你要有分寸。丈夫沉默了许久，说想要离婚。女人听后断然拒绝，说了如下一番话：其实有很多人的婚姻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不可能一直都有激情，两个人已经这么熟悉了，摸对方就像摸自己一样，所以我们的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对婚姻的认知不够成熟。你现在遇到了这个人，他能够给你新鲜感，你就会觉得他比我好。那如果你跟他结婚了，过上几年，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而且还不如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俩一开始就是一条心的，我们一起努力买了房，挣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儿子，给了这个家。而你们呢，一开始就是2家人，他有女儿，你有儿子，都想多夺多占，永远分不均。有激情的时候还好，一旦激情没了，对方也就成了外人，到那时候你就会后悔。所以你要是还觉得跟他在一起更好，那就去吧。丈夫听后如梦初醒，向妻子忏悔，重新回到了家庭。所以说，面对婚姻危机，高情商的人不会一味的吵架发脾气，而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问题。当你懂得用冷静坦诚来面对，再棘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一个幸福的人。对男人太好，他就不会珍惜吗？有人说，狗不能喂得太饱，人不能对它太好。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或许会发现人性的真实丑陋和感情的崩塌，但请记住，当我们有价值的时候，我们的好和付出才更值得被铭记。但这不是说我们要忽略对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只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别人的身上，这样不仅会让我们迷失，也可能让对方感到压迫感。我们应该先对自己好，这样才能够得到别人更多的爱。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我们终会明白，前途和爱情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对的人，他会站在我们的前途里，与我们共同前行。所以不要因为不被珍惜而吝啬你的好，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保持独立和自信的魅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吸引到那个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人。